你知道的，微软是我兄弟，我们曾并肩击败许多对手。我和联发科早就认识了，这家伙强得不可思议。我认为我们3人组队可以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。有时候做出决定很难。那经过多个日夜的思考，我决定把天赋带到 Windows On ARM 平台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打上 RTX Spark 的标志了。至于英特尔、AMD，祝他们在 X86 世界里面好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那去年的台北电脑展呢，我们介绍过英伟达与联发科合作推出的 Spark DGX， 那内置了英伟达的 GB100 Grace Blackwell 的 SoC， 那使用了英伟达定制过的一个无版图的系统。那今年呢，英伟达更进一步为同款的 SoC 提供了 Windows 的支持。那同时呢，也联合了大家熟悉的惠普、联想、戴尔、华硕等主流的 OEM， 推出了许多新款的 Windows On ARM 的笔记本。那既然同样是 Windows ARM 64，那不管是高通 CPU 还是联发科，都是能够直接继承现有的 Windows On ARM 的生态的。但是 GB100 Grace Blackwell 中集成了一颗规模相当于5070的独立显卡，那这个才是需要关注的变化。长久以来呢，独立显卡一直是与 X86 强绑定的概念，但是显卡与网卡、声卡、USB 一样都是一个通用的外设。只要芯片制造商愿意去提供驱动，它可以运行在任何操作系统与任何架构的平台上。因此呢，随着今年下半年的 RTX Spark 的笔电上市，我们一定可以见到英伟达显卡的 Windows On ARM 的驱动。就在前几天呢，英伟达发布了预览版的 GeForce Windows On ARM 的驱动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体验了一波。笔记本还是老演员的 Yoga Air 14S 骁龙因为自带了3个 USB 4接口，那通过转接是很容易就接上了一张4060显卡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套的设备这是一个联想的一个 Yoga 的一个骁龙 X 的这个机子，然后呢，它的雷电口出来我们这边是接了一个雷蛇雷电5的一个拓展坞，先从雷电转成 M.2， 然后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 M.2 转 PCIe 的一个显卡拓展坞，然后接了一张微星的4060的显卡。可以看到就是在任务管理器里面CPU 是骁龙的 X Elite 的东西，然后呢显卡它没有认出来是4060显卡，它是认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桌面设备，但是整个的这一套是在接外屏是能够成功点亮的。因为目前呢是预览版的驱动，所以就不要指望能够一路点击就能安装。但是因为 N 卡驱动使用的是 Install Share 的打包，所以说就直接解压就能拿到内部的凹进制文件。接着呢，打开设备管理器，参考我们的做法，强制安装驱动经过黑屏可能还有冲洗之后呢，显卡就可以用了，可以正常点亮外屏，高刷也没有毛病。我们也顺手启动了一个2077请看一下 Benchmark 程序是正确识别了显卡，但没有识别 CPU。新的游戏也能玩地平线6了解一下。
那这个跑起来啊就明显不流畅了啊，感觉 CPU 的性能或是散热的模块还需要努力。至于这说明了什么，就留给大家自行想象吧。那如果大家想玩的话，可以直接买一个一体式的雷电拓展坞就可以啊，现在都是白菜价了啊，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做转接，或者呢，也可以去直接买国产的 ARM 开发版啊，这样就不用买骁龙笔记本和扩展坞了啊，显卡是可以直插的，下单前确认支持装 Windows 就可以了。